請注意，這個視頻採用黑金數字替身工具來制作，因為這期的內容也是為了講解利用黑金來制作視頻的優缺點，所以用結果來展示過程。屏幕前的你們感受可能最直接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做的是科技 AI 技術方面的內容，或者任何你覺得老外會感興趣的內容，你有沒有想過，你的視頻只能被說中文的觀眾看到，白白浪費了那麼多的英語觀眾的流量？我就有過這種焦慮，這件事曾困擾了我很久。我明明在講全球都在用的 AI 工具，但我的內容就像被鎖在一個房間裡出不去。於是我下定了決心，打算做幾期純英文口播視頻，即使失敗也是一種體驗。我試過家用 AI 翻譯的英文字幕，流量沒有明顯的變化。我還試過用自己閱讀事先寫好的英文口播稿來配音，但總感覺哪裡不對，要麼感覺語氣不對，要麼就是因為經常說錯，需要反复錄音，效率奇低。於是有一天，我覺得我的確需要一個數字替身來完成我的口播。我搜到了HeyGen，這個就是我使用的HeyGen網站。HeyGen是一家由華人創始团队於2020年在洛杉磯創立的 AI 視頻製作平台。它的客戶涵蓋了英偉達、亞馬遜、Salesforce 等大型企業。你可以看到，在它的網站中涵蓋了大量的商業服務內容，其最主要的服務包括使用數字人技術來進行營銷與廣告的本地化、企業培訓與員工教育、銷售與客戶溝通、內容營銷、社交媒體視頻製作等。另外還包含電商商品展示的模板、知識型與教育機構等等等等各種商業場景的應用。HeyGen 是一個主打數字替身的 AI 視頻服務工具，它最主要的一個功能叫 Avatar， 就是你自己的數字替身。做一個 Avatar 的步驟也很簡單，就是你對着攝像頭錄一段自己的面部視頻，大概1分鐘左右，平靜的說話，不要亂動，然後上傳。系統會根據你的樣子、你的聲音，訓練出一個你的數字替身。接下來，你只需要輸入你自己創作內容的文字腳本，它就會幫你說出來，做成你的數字替身在講解的視頻。現在您所看到的就是我在開通了免費的HeyGen賬號之後，進入了一個開發平台。它已經給用戶提供了一些公共的數字人形象，但是如果你要定制自己的形象的話，你就可以通過 Create Your Avatar 來定制生成你自己的數字替身。當然，整個過程比較簡单，你可以選擇通過電腦的攝像頭或者通過手機的攝像頭對着它來讀入一段腳本，它就會在後台生成你自己的數字替身了。你現在所看到的我用鼠標指着的這個短視頻，就是我通過電腦的攝像頭讀入一段腳本，然後記錄在HeyGen中的一個原始的視頻。我現在自己看它自己都覺得當時自己挺搞笑的。你看，當時我甚至都沒有綠幕來放置在我的背景當中，但這並不影響HeyGen來通過學習我上傳的視頻中人物的面容特徵來生成其他的穿有各種奇裝異服的我的 Avatar 的各種形象。這個功能簡直是太完善、太高效了。現在我給你展示的這個就是給你自己的數字人進行外觀定制的功能，它可以幫你設計各種不同的外觀，方便你在自己不同風格的視頻中使用。當你點擊 Add a Look， 你就来到了這樣一個 Prompt 頁面，它會問你想要生成什麼樣的外觀呢？你就輸入你自己的想法，比如在這裡我就想生成一個我穿着超人服飾的外觀，然後點擊生成按鈕。在經過了1到2分鐘之後，那麼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外觀倉庫裡找到剛剛生成的幾張可以供你用來選擇的外觀圖片。好的，我的超人肖像終於生成了，看起來他們的風格不錯哦。這3張裡面，你可以選擇一張最像自己肖像的、自己最滿意的一張圖片，用來生成你的最終的視頻，也就是把這張 Avatar 應用到你的整個視頻當中去。基本上你可以生成任何你需要風格的照片，用來把它應用到你的整個視頻當中去。你看這裡，我做了鋼鐵俠、宇航員等等各種奇裝異服。HeyGen 比較好的部分在於它能將你從反復錄製的繁瑣活動中解放出來，還可以給自己的數字替身切換任意的背景。因此，你不必擔心自己的卧室亂得一團糟，不小心被錄到視頻中去，給觀眾帶來不好的觀感。
你可以給 Avatar 配置任意的圖片作為背景，來更好地傳達你要講解的內容，也不用擔心因為缺乏專業的攝像頭、麥克風或補光系統，導致最後的畫面觀感較差，因為整個畫面都是由黑鍵根據你的配置自動渲染而成的，一切基本上都可以做到90%那麼完美。但我不想只跟你說好的部分，因為那樣就是廣告了。之所以我覺得最高只能給到90分，是因為我覺得在一些程度上，它還沒有達到我心中的完美程度。因此，我想在這裡分享一下我發現的幾個槽點。如果你也正在使用 Hagen， 可以跟你的發現對比一下。第一個坑，亞洲面孔 Avatar 相似度。它的 Avatar 生成的功能對於歐美人效果好一點，相似度很高，但對於亞洲人，最後生成的 Avatar 相似度不那麼完美。我查了一下相關資料，可能跟它使用的訓練數據有關。HeyGen 的模型是在大量視頻數據上訓練出來的，而互聯網上現有的視頻內容，尤其是英語世界的企業視頻、YouTube 內容、新聞播報等，歐美面孔的占比遠高於亞洲面孔。AI 學習如何讓嘴型動起來更自然這件事，本質上是在統計規律裡找答案，見得多的臉，它就還原得更準。亞洲面孔的樣本量相對少，模型對這類面部特徵的泛化能力自然弱一些。第二個坑，波瀾不驚的情感表達，也就是表情或者說情緒太穩了，穩得有點假。這種平鋪直敘的表達方式，對於那些需要體現自己的個性、表達自己的強烈情緒變化的場合，顯得有點力不從心。真實的我說話會皺眉，會點頭，會有各種小動作，無規律的停頓，講到興奮的地方聲音會提高。但數字人版本的我，表情和聲音會非常克制，尤其是講到興奮的內容時，他還是那個表情。有時候你會感覺像是一個極度克制情緒的自己在說話。儘管在腳本的聲音配置功能中有自動根據文本 L 來標注情緒關鍵字的功能，但它最後合成的聲音音色會不對，有時會完全失真。所以這個時候你不得不給整個段落只規定一種風格，如隨意、傷感、興奮等。這個時候整個段落都是這一種風格，反而顯得有點不對勁了，所以它不能替代你的能量。我做科技內容，很多時候需要表達一種這個東西真的很厲害，你一定要試的感覺。這種感染力 ，AI 版本的我還差一口氣，它能把話說出來，但那種人在場的感覺少了一點。第三個坑，渲染視頻的速度不是很理想，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口型同步，所以耗費的算力比較大的原因。雖然說有這些不完美，但它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在這我也要說說它真正讓我覺得值的地方，比如說支持幾百種語言。我用它做了好幾期英文內容，同樣的腳本，1個小時之內出片，發布到了我的頻道。有幾條視頻帶來了我完全沒預料到的流量，因為內容是 AI 工具方向，本來就是國際受眾感興趣的話題，現在又是英文呈現，傳播力完全不一樣。對我來說，它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我不需要重新拍一遍，也不需要再找配音，就能讓內容走出語言的邊界。這一點，目前我還沒找到比它更順手、更有效率的方案。另外一個就是，它有視頻聲音的翻譯功能。一句話概括就是，上傳你的視頻，選目標語言，它幫你把人說的話翻譯過來，同時克隆你的聲音，並且重新生成嘴型對口型。你只需要上傳視頻或粘貼 YouTube 鏈接，HeyGen 就會將其翻譯成175加種語言，保留原說話人的聲音、嘴部動作和表情，無需重新拍攝。也就是說，輸出結果裡說的是另一種語言，但聲音聽起來還是你，嘴型也會跟着新語言重新同步。因此，如果你是有國際化野心或想嘗試多語言版本視頻的博主，這個工具對你而言可以省下你大把的時間了。我自己很清楚，真人出鏡更能拉近和觀眾之間的距離。那種鏡頭裡真實的人，眼神停頓，一個不經意的表情，都是任何數字替身暫時還沒辦法完全複製的東西。但現實是，對於大多數剛起步的小博主來說，真人出鏡這4個字背後藏着一大堆門檻。你需要一個看起來還過得去的背景環境，你需要一塊補光板，一支像樣的麥克風，一台不會讓畫面糊成一團的攝像頭，更別說每次錄之前還要整理房間、調狀態，然後反反复复錄到自己滿意為止。這些時間加在一起，往往比寫稿本身還要耗精力。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Hagen它真正幫到的，其實是那些想把更多時間留給內容本身的創作者，想好好打磨一個選題，寫一篇有乾貨的腳本，做一期真正有幫助的視頻。
而不是把大半精力消耗在硬件配置和反复錄製上。它不是完美的，我也說了那些坑，那些90分背後缺掉的10分。但在我現在的創作階段，它幫我解決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讓我能把視頻做出來，而不是一直卡在條件還不夠好這個借口裡。如果你也在做內容，也在糾結要不要試試這類工具，我覺得你可以先去用免費額度跑一條視頻感受一下，不用想太多，先做出來再說，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歡迎點個讚，或者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現在在用什麼方式解決出鏡的問題，我很想知道。我們下期見。